大家好，我是肉唐僧，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南卡的这个联邦参議員共和黨黨內初選。哎呀，這次這個選舉我跟任博士輸慘了任博士這個西瓜在地裡邊，就是都眼看着就要熟透了到現在買柴油的錢都沒了這次這個黨內初選呢，對手是達林·格雷厄姆和拉爾夫·諾曼南卡呢是個深紅州川普2024年在這個州呢贏了18個點。那麼這次這個參議員換屆Polly 上給出的賠率呢是共和黨贏下這個席位的概率是90%。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次黨內初選格雷厄姆和諾曼不管誰贏，這個席位共和黨是穩的。那麼為什麼這場初選還如此重要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呢，這就是一次大考，一次總攤牌，就是說川普你還有沒有能力控制共和黨？如果這個中期選舉共和黨失去了參眾兩院，現在看來這是個大概率事件了嘛，對不對？那麼共和黨就要進入後川普時代，要甩掉川普這個負資產，進行重組和再造。那這種權力的重組雖然沒有共產黨這邊千萬顆人頭落地這麼血腥這麼殘酷，但是之前押錯寶的你也不可能不付出政治代價。你比如說盧比奧貝森特赫格塞斯這一大票人就你別看現在風光無限的那就是等到11月中期選舉之後，這幫人就要洗洗睡了。那面對這個局面呢，川普當然不會認命他就要拼搏要掙扎。所以我們看8月21號他冒着酷暑去給達林·格雷厄姆站台，就是要通過這個告訴大家我還能控制住共和黨。那他有沒有這個能力呢？於是呢，這場本來無關緊要的黨內初選就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呢，就是我剛開始做這個節目的時候格雷厄姆和諾曼的賠率呢是62-37。那格雷厄姆到底有沒有賠率所顯示的這麼大優勢呢？並沒有。那溫斯羅普大學這個有一個政治學教授叫胡夫蒙他就說，他說這場競選猜勝負相當於 a shot in the dark， 就是在黑夜裡邊什麼也看不見，光放一槍，那就是個5-5開的局面嘛。那這個5-5開的一個賭局對我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考驗更重要的是，這個我前面在 Polymarket 上下了一些注就是都是說11月3號賭輸贏才能有結果，離得大老遠呢。現在這個南卡的這個州呢，我是今天下注，2天後就出結果，是吧？那麼就到臨近這個出結果的時候呢，賠率就會出現劇烈的波動。那麼如果說現在賠率出現劇烈波動之後，我是應該加倉還是應該割肉跑路這就是個新課題，對不對？那這次決選呢，開票又是一個縣公布，那有個時間差，所以說呢，任博士早的就搜集了南卡所有46個縣8月11號初選的投票結果，意思是說，如果發現初選的時候格雷厄姆佔優的人口大縣現在是諾曼佔優了，那我們就這個趕緊調整倉位割肉，反之呢則加倉。那這個對於減少損失提高收益來說這個臨開盤前的這個及時調整這就是個至關重要的能力需要不斷的找機會練習，這個就是非常寶貴的一個練習機會那麼在這個進入正題之前咱們還是老規矩我還是說一句閒話就是最近呢，就是有幾個網友給我留言說我高估了地推的權重，也高估了 Polymarket 的權重。意思是說我在做這個中期選舉預測的時候這個就始終在拿地推說事Polymarket 說事，這個其實也是我擔心的問題，因為畢竟是第一次搞這個事情嘛。那麼你應該搜索哪些信息，給予每一個參數多大的權重，這個就是你能不能這個提高這個預測準確率的關鍵所在，對不對？那我現在的這個辦法呢，預測黨內初選成績是很好，用來預測兩黨決選行不行不知道嘛，所以說就要弄個貝塔版，不斷調整，最後到11月3號回頭來看成績。
用成績來倒推現在這個方法靠不靠譜？這個是我們理工科學生，尤其是醫科生的思維習慣，也滲入到骨髓裡的一種思維習慣啊。但是今天我看到個留言，說我天天拿 Polymarket 下注，說是會影響我的公信力。哎，我也是納悶了哈，我一個自媒體，我哪來的公信力啊？再說我要公信力幹什麼呀？是不是啊？我說話你聽，你有不同意見，咱俩爭論就是了。你心裡装滿了人民群众幹啥？而且呢，这種装滿人民群众的人就是滿嘴拿人民群众說事的人，不出所料，他心裡邊肯定還裝滿了權力。所以說，这個人又接着說你說有人按你的預測下注已經贏錢了，這已經踩到了油管的紅線。這我也是弄不懂，油管為什麼有這個紅線？我說這個，比如說我說你媽這次肯定能生個女兒，然後呢，你爸和你姑姑賭了100塊錢，你爸贏了。然後你爸跑過來跟我說聲謝謝，請問在這件事情上我踩了哪根紅線？再說了，就算有什麼紅線，我一個成年人，我自己為我自己的言行負責，你貴姓啊？輪得到你操心，是不是？說我這個是一個人一個個體，你呢也是一個人一個個體，咱們倆聊天能不能不扯祖國，不扯人民，是不是？而且你心裡装的根本也不是什麼人民，不過是权力，是老爺嘛前腿弓後腿蹬，在任何时候、任何話題、任何場景下，隨時準備着要伸出舌頭對權力大加諂媚。所以我就說，你能不能讓你腦子裡這些垃圾擠一擠，稍微擠一擠給一個東西擠出點生存空間，這個東西就叫人格所以說這個中國什麼時候能夠從一個臣民社會進化成一個公民社會就是中華民族什麼時候能夠由一個個人格健全的個體構成？對此我以前曾經抱有希望，現在早都絕望了就是聊這麼個天能遇到這麼個人其實真的是讓人很絕望。好，閒話說完咱們進入正題。先說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南卡這個州的基本情況。南卡這個州呢，關鍵詞有2個，軍事和宗教。南卡有8個軍事基地，比如說查爾斯頓訓練基地那裡邊有40架 C-17是全美最大的集群。另外一個呢，就是還有傑克堡傑克遜堡。傑克遜堡呢是美國陸軍1半的新兵在這裡完成入伍訓練。除了這個軍事基地呢，這個州還有一大堆軍工企業，大名鼎鼎的 F-16就是在這裡完成總裝。所以說和軍事相關的經濟占南卡全州 GDP 的11%還要多，並且呢，每9個勞動力當中就有1個是他的這個工作是跟軍事有關的要麼是就是當兵了，要麼呢就是為軍工企業服務。這是經濟這塊這個選民這個構成這塊呢，南卡登記選民人數是341萬。其中1/10是退伍軍人，另外呢還有7萬多名退休人員，他的退休工資是從國防部領取的。還有呢就是南卡最近幾年一直是美国各州人口流入的第1名，它主要是老年人退休養老那么在2022年这个州出台了一個政策，就是軍人退休金100%免徵州所得稅，而且呢不設這個收入上限。那這個政策的結果是什麼？就是一大堆這個退役的軍人退休的軍人，那肯定就跑到南卡來養老唄，對不对？所以現在這個南卡共和黨選民中，現役的退役的軍人超過了1/4這個就是南卡的第一個關鍵詞軍事。南卡第2個關鍵詞呢是宗教。南卡地處聖經帶教徒高達78%，其中1半呢是福音派教徒。南卡的這個福音派教徒有2個特點，一個呢是浸信會的比例特別高，2呢是特別虔誠。你一聽浸信會就應該知道，對不對？他們對以色列特別上頭，因為他們堅信以色列復國是彌賽亞再次降臨的前提條件。所以南卡呢浸信會成員有58萬他們對於以色列有多上頭呢？這個南浸信會這個2016年就通過了一個為以色列祈禱與支持以色列的決議，開篇就引用了創世紀的這個原文說為以色列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
那詛咒以色列的，我必詛咒他。這個是聖經啊，創世紀啊。所以2023年10月7號，這個哈馬斯發動攻擊之後呢，這個南卡基金會又通過了一個為以色列祈禱的決議啊，這是對以色列就這麼上頭哈。那說到南卡呢，就要說到他的標誌性人物啊，林賽·格雷厄姆。林赛·格雷厄姆就是前一陣子就是得這個心臟病死的那個參議員哈，他在這個軍隊服役多年，他當然也是南基金會的教徒嘛，所以說林賽·格雷厄姆就是南卡，南卡就是格雷厄姆。那林赛·格雷厄姆在南卡的影響力有多大呢？他死後啊，查爾斯顿联合基地直接就被改名為林赛·格雷厄姆联合基地啊。那哈馬斯襲擊後發生的第4天，也就是2023年10月11號啊，林赛·格雷厄姆就說：“這是一場宗教戰爭，我站在以色列一邊，你要自衛，該幹什麼就幹什麼，把那個地方夷平。”那個地方就指加沙哈，他就極端到這個程度。說到這個林賽·格雷厄姆呢，前面我介紹過一個美國的經過簡化的光譜啊，就最左邊是最激進的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是什麼？就世界警察嘛，我要把全地球都管起来。那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林赛·格雷厄姆。那新保下面啊，稍微偏右一點啊，保守一點的叫进攻性现實主義啊，代表人物是約翰·米爾斯海默啊。這一派主張什麼？就是你把中國摁住就行，其他不用管了啊。进攻性现實主義再往右一點是门羅主義，那就是說我們把西半球管住啊，不許中國染指拉美、染指加拿大。門羅主義再往下是孤立主義啊，就是說躲進小樓成一統，我們美國好就行，這個世界愛誰誰吧。就是這麼個4派啊。就是我們了解這個南卡，就一定要這個了解它的軍事和宗教。因為它有這樣的一個軍事和宗教的基本面呢，我們就理解了為什麼他會出這個林赛·格雷厄姆這樣的人物。然後我們要想了解林赛·格雷厄姆呢，就要把它放到美國現在的这個政治光譜當中去看啊。林赛·格雷厄姆是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啊，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們來看林賽·格雷厄姆和川普的關係。林賽·格雷厄姆和川普的關係特別能反映出這10年來，就2016年到現在啊，MAGA運動的變化。川普的第1任期和第2任期口號雖然都叫個 MAGA， 但是內核完全不同。2016年，你看川普選的競選搭檔是誰啊？彭斯啊，彭斯就是印第安納州的林賽·格雷厄姆，他們倆這個只是地方不一樣，一個在印第安納，一個在南卡，但是呢，基本面是一樣，2個人都是非常強硬的新保，而且呢，也都是出於宗教原因無條件支持以色列。所以2016年川普選彭斯是一招妙棋。為什麼呀？因為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不是批准了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嘛，這個就極大的刺激了教徒，就教徒要站起來跟這個文化馬克思主義啊，叫 LGBTQ 這些人去戰鬥。那彭斯就是教徒裡面最完美的代言人，彭斯非常虔誠。林赛·格雷厄姆就2回事了啊，宗教對他來說，對於格雷厄姆來說只是個政治工具。他自己就說，他說我1年只去3次教堂。那因為政治立場一樣的嘛，要爭取的選民也是一樣，也就是新保嘛。所以說2016年川普和格雷厄姆鬥得特別狠，這就是我說的啊，這個相似之物之間的這個格外憎恨啊。所以這2個人在2016年什麼髒話都出來了啊！這格雷厄姆就罵川普這精神病、混蛋啊！川普在集會上當众念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電話號碼啊。但是川普當選後，2個人就迅速和解了，一起辦了很多大事兒。這因畢竟這個2個人底色是一樣的嘛，都是新保啊。那比如說，在川普第1任期正式承認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啊。撕毀了奧巴馬與伊朗簽署的核協議，要跟這個伊朗幹啊！川普這個炸死蘇萊曼尼之前，事先通知了格雷厄姆。本來呢，政府做一些大事的時候是有義務通知國會的領導層的，就是所謂的8人幫。格雷厄姆不在8人幫裡邊，這個川普炸蘇萊曼尼之前沒通知8人幫，通知了格雷厄姆。這個讓格雷厄姆特別高興啊，就覺得自己很有面子。因為這件事呢，就極大的拉近了2個人之間的關係。到今天啊，
以色列人對格雷厄姆還是感激至深。為什麼？因為格雷厄姆一手推動了美國政府承認戈蘭高地歸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搶這個敘利亞的這塊地方啊，戈蘭高地特別重要的一塊地方，哎，這個就是在格雷厄姆的一手推動下，美國政府承認了啊，戈蘭高地歸以色列。所以說，2016年以後啊，川普和格雷厄姆就迅速成為堅定的政治盟友。2020年、2024年2次大選啊，格雷厄姆也很忠誠，都是堅定的站在川普這邊。他就公開說，沒有川普我們就長不大。這裡的我們指的是共和黨啊。但是呢，到了2024年，川普的口號雖然還叫個 MAGA， 內容卻完全變了。他競選的搭檔是誰啊？就變成了極端反對窮兵黷武啊，主張優先解決美國國內問題的這個新右翼的代表人物萬斯。所以說2024年格雷厄姆他還在作為新保人物啊去支持這個川普，就很尷尬，因為 MAGA 現在已經變成新右翼的這個核心了嘛，就罵他啊，不買賬，說你憑什麼支持川普啊？你這個戰爭販子啊！所以說，這個在這個第二任期呢，川普啊還是竭力維持着和格雷厄姆的友誼哈，就沒跟他翻臉說啊，你現在是新保，我要跟你切割。川普沒這樣，他還是跟格雷厄姆保持了很好的關係，這個並非沒有政治代價啊。所以說，你看川普這個人哈，缺點歸缺點，優點歸優點，歸優點哈。川普很看重忠誠，很看重老朋友之間的友誼啊。總之，川普是個挺有人情味的人啊，這一點我還是即使到今天，我還是很欣賞他。那麼第二任期 ，MAGA 的基本盤變成了孤立主義，最多也就是個門羅主義啊，只管拉美，只管加拿大啊，就是美洲這一片，亞太啊、歐洲啊什麼的，愛誰誰吧啊。但是這個卻並不是川普的本性。那這個川普是在什麼位置呢？我個人判斷，川普啊是介於新保和進攻性保守主義之間，他呢就是對於這個全球事務啊，比這個林賽·格雷厄姆呢要消極一點，比約翰·米爾斯海默呢要積極一點啊，他是這麼個位置。也就是說呢，當世界警察我是不當了，但是米爾斯海默你說我就摁住中國，其他死人不管，這個呢川普也認為太消極啊，或者是認為不夠高級。就去年川普發布的這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一個我認為啊，智力含量很高的文件。這個文件乾貨我總結為以下3句話啊：第一，先保證西半球不被偷家；第二，控制住全球的石油；第三，歐洲盟友啊，日韓不能再賴在美國身上搭便車了，要一起分擔。那麼，中國是當下美國以及文明世界唯一的威脅，川普對此是有清醒判斷的。他為什麼沒把事情做好呢？他的問題主要出在以下3個方面啊。第一，對歐洲盟友啊，對這個日韓啊太粗暴，你好話不好好說。你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民主對抗獨裁，自由對抗專制，這個大旗你不能不扛。政治的問題必須以政治的手段來解決，你不能把什麼都當生意談，這個很蠢啊。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啊。你小人啊，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用利益來去處理、去解讀，這個就不行。事實上呢，這個前面我介紹過奧巴馬的那個國師伊肯伯里，他提出的那個新自由國際主義，哎，這個就很好。這個新自由國際主義是說，你把經貿和政治體制掛鈎，民主國家咱們就相親相愛、互相幫助啊，一起壘小院、砌高牆，把專制獨裁國家切割掉。很可惜啊，就是說川普呢沒有選擇這條路哈，繼續往下走。他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他提的這個亞伯拉罕協議啊，非常有創意，非常棒的一個主張。這個協議是指海灣國家加上約旦，其實就是遜尼派吧，聯合起來和以色列和解，然後這麼着呢，就共同對抗伊朗搞出來的那個以這個什葉派為主的抵抗之狐啊，這個不是個很好的這個想法嘛，對不對？但是你要實現它有一個前提，必須要被滿足，就是以色列你要退回到1967年的綠線，你不能再這麼沒有節制的在加沙殺人，不能在西岸無休止的搞擴張。以色列你這麼個搞法，那海灣國家約旦國內政治壓力擺在那兒，他們就不可能去同意亞伯拉罕協議。這麼着呢，這個協議就落不了地。
以色列要退回1967年綠線，要允許巴勒斯坦人建國，這個顯而易見的前提，美國為什麼視而不見？米爾斯海默說啊，這個是因為以色列游說集團啊，這個一天到晚瞎折騰啊，這個就是把美國帶到溝裡去了。這個呢，大部分50%以上是对的，但是不全面。事實上，這個為這個 AIPAC 工作的可不僅僅是猶太人，福音派教徒，也就是彭斯啊、格雷厄姆這樣的自干五不老少啊，而且他們的能量非常大。這是第二條啊，就亞伯拉罕協議為什麼沒落地啊？是因為沒有強迫这個以色列人退回到1967年綠線，這導致了今天這個中東的亂局就是搞不定。第三，就你這個 MAGA 基本盤已經變了嘛，是不是？2024年的這個 MAGA 基本盤已經跟新保勢不兩立了，尤其是對以色列的看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人现在對以色列這個態度完全變了啊！民主黨那頭不說了啊，80%以上的人討厭以色列，就說共和黨這一頭，去年12日戰爭啊，就是美國也就是幫着以色列扔了2顆鑽地炸彈啊，MAGA 內部就一片反對聲了。這個2023年10月7號以後啊，以色列在加沙、在西岸做的實在是太過分了，各種不是人的事兒持續曝光，這個就導致了美國國內對以色列態度的反轉。皮尤在2026年5月份有一個調查，就現在啊，全體美國成年人有62%的人對以色列持負面態度啊。這個蓋洛普在2026年也做過調查，就是說美國人第一次同情巴勒斯坦的人超過了同情以色列的人，是41%對36%。在所有的這些人當中呢，就是群体当中，只有白人福音派現在是唯一一個對以色列持好感這個人數超過一半的，是57%。但即使是這樣，就在白人福音派裡邊，29歲以下的白人福音派教徒支持以色列的還不足30%。也就是說，现在支持這個以色列的這個對他有好感的，都是白人福音派老頭老太太啊，年輕人已經不行了，是斷崖式下降。那面對這個嚴峻的形勢呢，以色列的政壇竟然就鎖死了今天只有比內塔尼亞胡更激進的人才能對內塔尼亞胡構成挑戰這個一條道走到黑，8頭牛拉不回來了是這麼個意思。那麼對於這樣的一個民意上的變化，就美國民意上的變化，川普不僅沒有及時做出調整，反而還上了內塔尼亞胡和摩薩德的當一頭扎進了伊朗這個坑裡邊。你看看輸的褲衩都不剩了。所以說從一開始我就說就今年2月28號打嘛，就是這個2月8號之前，包括3月份我就說不能打伊朗，打的話以色列会成为最大的輸家。一堆噴子來噴我說到了今天，這個形勢已經明朗了吧，對不對？你們猜猜看，有多少當初的噴子來跟我說一聲，說肉哥我錯了當初不該噴你？有多少？0，一個都沒有。所以這幫噴子你用再髒的話去罵他們都不過分，在他們在我眼裡，他們根本就不能算人這個是說一下這個就是川普就是做的這個3件錯事那麼本來呢，就這次中期選舉就即使你沒做這個錯事，沒去打伊朗，眾議院多數也很難保，因為只要是一個黨大參元，也就是白宮參眾兩院你都站着，那麼中期選舉必然要丟席位。而現在呢，眾議院共和黨領先的太少了，只領先4席，翻轉3個席位，眾議院多數就沒有了嘛。所以說，這個今年的眾議院鐵定保不住。但是呢，在打伊朗之前，保住參議院多數還是有很大希望的。那現在伊朗打成這個樣子不但參議院夠嗆了，連2028年的這個總統大選也懸了。伊朗戰爭前是什麼情況？大家還記得嗎？每個人都覺得萬斯加盧比奧無敵呀，是不是民主黨完全沒機會你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對不對？所以你這麼看就是眾議院沒戲了，參議院沒戲了，2028年大選也懸了。如此一來呢，川普和 MAGA 基本盤的矛盾就整個爆發了。MAGA 的大 V， 你看卡爾森坎迪斯·歐文斯、梅根·凱利這個馬喬麗·泰勒·格林全都跟川普切割了。這幫大 V 就是尤其是指這個歐文斯甚至主張說彈劾川普，馬上讓萬斯接班。那這個萬斯夾在中間也很難受这麼着共和黨內部的路線之爭，
你是接着往川普方向走啊，也就是披个MAGA的外衣走新保啊，还是趕緊倒向萬斯的新右翼啊？萬斯的新右翼就是死人不管，我就管國內事務啊。那這個路線之爭，這個矛盾就公開化了。在這個路線鬥爭中，川普說實話表現出了對共和黨極其不負責任的態度啊！這個我背書誰，我就看你對我忠誠不忠誠。至於說你代表共和黨出戰能不能贏，這我不管，你對我忠誠就行。所以你看，佐治亞、德州的參議員選舉，就是因為這個啊，陷入到了不必要的困境啊！這兩票啊，現在看起來幾乎就丟了啊！這個53比47啊，你這個就是丟2票還得了啊？這就是我非常不能原諒川普的地方啊！這說的是第二個問題啊，就川普和這個就是林賽·格雷厄姆啊和辛寶之間的關係。第三個問題，川普這次為什麼要在林賽·格雷厄姆的妹妹啊，就是達琳·格雷厄姆身上花這麼大本錢？就一開始呢，川普背書的人啊，幾乎100%都能贏得黨內初選，但是伊朗戰爭久拖不決之後呢，川普的民調不斷下滑，現在比尼克松水門事件時期還要低了。這麼着，他的背書還好不好用啊？這就成了個問題了，對不對？而最近他背書的候選人就開始在黨內初選中輸了啊！別的不說，就說南卡的州長選舉啊，川普背書的人就輸了啊，輸掉了黨內初選。那麼現在川普面臨的情況呢，可以被歸納為以下2句話：第一，中期選舉共和黨很可能會輸掉參眾兩院；第二，共和黨內部矛盾公開化，MAGA大 V 公開與川普切割。那麼可想而知啊，今年11月中期選舉，如果共和黨真的輸掉了參眾兩院，川普就變成了跛腳鴨總統了。民主黨現在把控了國會之後，肯定無休無止的開聽證會，對川普的親信啊，對川普本人進行羞辱啊，彈劾不彈劾的啊，成不成功無所謂，我就開聽證會，我就是羞辱你啊，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啊。但是這個還不是川普最大的麻煩，他最大的麻煩在共和黨這邊。你川普成了政治負資產之後，共和黨當然要跟川普切割，這麼着川普就成了個政治上的活死人了嘛，對不對？所以說他最後一根稻草就是我要繼續控制住共和黨。那麼怎麼能繼續控制住共和黨呢？這個我們看林賽·格雷厄姆哈，林賽格雷厄姆死前啊，他不是參加了這個南卡的這個黨內初選嘛，參議員的黨內初選，贏了對手林奇27個點啊，就是56%過關，直接過了半啊，就是這個沒有不需要舉行這個決選哈。但是這個56啊，是林賽歷任以來最小的領先優勢，甚至是1965年以來共和黨黨內初選南卡最小的領先優勢。說明什麼？即使是在南卡這樣的州，辛寶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親以色列的這個路線也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那麼林賽·格雷厄姆死後呢，就接替林賽·格雷厄姆任期到今年11月啊，這個州長任命就行啊。那麼林賽格雷厄姆死之後呢，死者為大嘛啊，大家有的沒的啊一通吹啊，川普就抓住這個機會啊，提議說讓林賽的妹妹達琳·格雷厄姆來接替哥哥剩下的這個任期啊，這個你可以把它理解為川普重情義啊，這個也確實有這方面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什麼？川普要利用這次機會秀肌肉。憑我一個人的背書，可以把一個傻白甜、一個白板送進美國參議院，這個是他這次要在達琳身上投這麼大這個政治資本的根本原因。所以說，達琳接替哥哥席位之後，他的任期不是到今年11月份嗎？川普立即背書他，讓他去參加南卡的下一任參議院競選，這步棋走得非常好。所以說，這個8月11號初選啊，達琳雖然只拿到了32.7%吧，好歹是第一名啊。Polly 上馬上給他開出了89%的賠率。那麼你看，一切都是按劇本走哈。這個川普又可以吹牛逼了啊。但是呢，因為你初選沒過半嘛，只拿了30.7%，這麼就要跟第2名這個拉爾夫·諾曼再來一次決選啊。這次決選呢就出了事兒了啊。這在8月18號決選前不到1周哈，那這2個決選的人就要辯論了。主持人就問這個達琳說：“你怎麼看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啊？”
中國隊在南海地區這個咄咄逼人，你怎麼辦呢？達林說啊，我不懂這些，我的心思全都在5000萬南卡人民身上啊。按說這也沒啥問題，對不对？你老老實實的，不懂就不懂唄。而且這個回答是不是特別瑪嘎，對不對？特別符合新右翼的這個代表，我不管別人，我就管我國內的事務。Are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so, why or how? I'm just going to be honest here. I'm not on national security. I'm not that informed on national security, but I do support the military. There's 50 million people in South Carolina. 但問題是什麼？南卡只有500多萬人吶，你一個一心撲在南卡人民身上的政治領袖，說南卡有5000萬人，這個是不是太沒有常識了，太傻白甜了，對不對？這是很多女性朋友啊，就是這個數字一大啊，就完全對這個數字沒概念。美國總共才3億多人，你一個州南卡一個州你就5000萬，這怎麼可能嘛，對不對？就這個問題啊，暴露了什麼？暴露了你毫無常識，太嚇人了哈。這個就是你這個5000萬這個大瓜出來之後啊，Polly 上這個達林的賠率直接從89就掉到了68，那麼而且還持續往下掉。那面對這個嚴峻的形勢呢，川普就急了嘛。21號，這18號翻的車啊，21號他就前往霍利縣為達林格雷厄姆助選。川普為什麼要選霍利縣？我們先來看初選結果哈。初選結果的前4名分別是達林格雷厄姆第1名哈，他拿了10萬多張票啊，不到11萬张票，這個百分比是32.7%。第2名就是拉尔夫諾曼哈，他是拿到了8萬多張票，落後27000张票，24.6%。第三名叫弗萊。他拿到了6万5千张票，第4名叫桑福德，拿到了5万张票啊，這第3、第4名就被淘汰了哈。我們來解讀一下這個初選結果。第一，選票啊是集中在前4名，第4名之後啊，這一大堆人啊，總共才贏了8%，忽略不計啊。第二，投票率很低，因為這個林賽格雷厄姆活着的時候已經搞過2次選舉了嘛，對不對？初選這個就是不光是這個參議院只有個初選啊，就是結束了，但是他也有州長、眾議員也有決選，搞了2次選舉了。林賽死後，這是第3次選舉了嘛，對不對？這個參議員這個特別選舉，大熱的天兒，只有這個33萬人出來投票，也就是不到選民總数的10%哈。前面我們說了，這個南卡的選民总数是341万。這次這個初選呢，就是33萬，這是這個初選的第2條啊，投票率低。第3，在46個縣啊，我們看格雷厄姆呢是贏了28個，諾曼呢只贏了10個，但是呢，諾曼在人口大縣卻佔有優勢，格雷厄姆贏了這2萬多張票啊，這個基本不在這個人口大縣，它屬於農村包圍城市啊。吃蒼蠅腳啊，吃蒼蠅腿兒，一口一口吃贏了啊！所以選票的分散說明一件事，說明什麼呢？就是，這個格雷厄姆啊，他的這個贏面非常廣，非常穩定啊。那選票呢集中在前4名，投票率呢又只有10%，那決選的時候怎麼翻身啊？結論很清楚，誰能把第3名、第4名的選票劃拉到自己的兜裡邊來，誰就贏了，對不對？所以說初選結束後啊，這個第3名就是拿到20%選票的這個弗萊宣布說，我背書格雷厄姆。第4名桑福德呢，這個他拿到14.9%啊，15%啊，他就宣布說，我支持諾曼。第3名、第4名啊，差15000張票，差距並不大。而且呢，大熱的天，這是第4次來選舉了。這麼着呢，這個格雷厄姆和諾曼這前2名，他的任務是什麼？就動員弗萊和桑福德的選民來為自己投票啊。就是要提高這2部分選民的這個投票率。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4名和第3名哈是個什麼情況。第4名桑福德，他呢曾經當過州長啊，他的約等於這個就是南卡那邊的蘭德保羅哈，這個肯塔基的蘭德保羅就是茶党的代表嘛，財政鷹派啊。這個桑福德也是啊，就說哎，咱們不能再這個拼命發國債了啊，要趕緊呢這個省着錢把國債還了。
那他這個主張可想而知，你在哪都是少數派，對不對？所以說你別看他得了15%的選票，但是在46個縣裡邊，他沒有一個奪得了第一名。這是桑福德哈，是撒胡椒面的15%哈，第3名弗萊不一樣，他有個大本營，就是這次川普選的霍利縣，這個弗萊就是這個霍利縣的人哈。霍利縣呢是南卡人口第4大縣，但是它的人口增長速度卻近年來一直是第一名。為什麼呀？因為它有一個全美著名的叫淘金娘海灘啊，這個所以说呢，退休的老頭老太太都往這跑啊，這你就把它的這個霍利約等於美國的三亞吧啊。所以說今天呢，霍利縣65歲以上的人口占到了27%，高出了全美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以上。你中期選舉本來投票率就是個低，對不对？全靠老頭老太太撐場子。前面不也說了嗎？肯塔基那個托馬斯馬西，所有的年齡段他都占優，就是老頭老太太這個年齡組哈，這個 X 時代的他這輸了。結果呢 ，X 時代的這個老頭老太太投票率奇高，把托馬斯馬西給選上去了哈。那這個是霍利縣的這個情況。在初選中呢，弗萊和格雷厄姆在霍利縣分別拿到了42和35的選票，加起來77%哈。而這個霍利縣整個縣投票率只有多少？12.3%，說明什麼？大有潛力可挖，對不對？在霍利縣77%的人支持弗萊和格雷厄姆，但是呢，這個就是只有12.3%的選民出來投票。你把這個投票率提高一下就可以了，對不对？還有一個就是說，你把這個投弗萊的這個42%的人轉到格雷厄姆身上，你就贏了。就是對於這個就是格雷厄姆來說，達林格雷厄姆來說，他的任務就是這個。所以說，川普選了這個霍利縣。這個川普選霍利縣啊，就是他心裡也很有底，因為霍利縣是個非常紅的州，很支持他。霍利縣有多紅呢？2016、2020、2024這3屆選舉，川普在霍利縣最少的一次也贏了33%。那這個南卡全州的這個平均數，他才贏了10幾嘛。所以說霍利縣的紅啊，要超過南卡全州平均數20個點以上。就這麼說吧，就川普拿着800個狗屎馅的漢堡跑到霍利縣去都能賣得掉啊。那初選中的這個第3名弗萊，我前面說了，他就是霍利縣人嘛，在霍利縣深耕多年。在2022年他去選這個聯邦眾議院，川普背書他，那個時候川普已經下台了，就是已經是前總統了。即使是這樣，弗萊還是以非常懸殊的比分戰勝了幹了10年的眾議員賴斯。賴斯是誰啊？就當年這個支持彈劾川普的共和黨众議員總共有10個，賴斯就是10名之一。所以你賴斯就很蠢嘛，你在這麼個縣你投票贊成彈劾川普，你肯定是找死，对不對？所以說我們看啊，就是8月21號啊，川普跑到霍利縣去了，去給琳達·格雷厄姆助选。天氣很熱啊，5、6千人的場子幾乎全滿了。當時維持秩序的一個警察就說人們像土豆一樣倒下，你中暑的人多嘛？這個就是這麼個氣氛下就很狂熱。在台上呢，川普什麼話都說了，說你們就當選票上寫的是我的名字，行不行啊？說中期選舉如果我輸了，我就完蛋了，這個民主黨肯定會彈劾我，就是已經打悲情牌打到這個程度。這個是前面這些情況介紹哈，介紹完了之後，好，那麼該投格雷厄姆還是該投諾曼？我和任博士就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根本性的分歧。我主張投諾曼啊，理由如下，有3條哈。第一，你伊朗戰爭之後，川普支持率已經掉到地下室了，他的背書還有什麼用啊？那這次他去助選啊，就跑到這個霍利縣去助選，馬上就有個調查，就說這個川普來了，你衝着川普的面子去投格雷厄姆的意願更強烈了，還是這個更弱了？說更強烈的29%，說這個反而減弱了18%。那就在這個霍利縣，這是川普曾經贏了30多點的地方啊。就現在說，川普這個大熱天的來了一趟，說這個更強烈的比這個反而弱了的只多了11%，這個不是個好數據吧？對不對？這第一。第二，你 Polly 上顯示啊，川普去助選之前啊，賠率還有這個67%，川普去這個助選之後呢，賠率掉到66%，又跌了1個點啊。這第三，
既然是蒙，搞不清楚嘛，对不对？是 shot in the dark， 当然要以小博大，因为你風險一樣的嘛，為什麼不追求高收益呢？對不對？這是我的3條理由啊，是投諾曼。任博士的理由說不對，任博士的理由呢就是很多啊，5條，我一個列舉啊。他說應該投格雷厄姆。第一，格雷厄姆你看啊，他是吃蒼蠅腿吃贏的，他的優勢在小線啊，底盤非常扎實，對不對？非常穩定。像這樣的人呢，就大富大貴也不行，你讓他翻盤也不行，這個就說底盤很穩。第二，你大熱的天，你好歹有6000人冒着中暑的危險去參加集會，這說明什麼呀？說明狂熱的基本盤還在嘛，對不對？川普爛船還有3斤釘啊。這個第三，他說你看這個第4名桑福德的選民啊，就是他不是有15%嗎？這他說他是跟你跟我是一樣的人，比較理智嘛，對不對？都是說這個財政鷹派啊，要還錢吶，要省着點花。所以他在各縣呢撒胡椒面嘛，對不對？沒有存在感，一個縣都沒贏。所以這幫人呢就不會有狂熱的情緒，你指望他們再出來投一次票，幾乎不可能，對不對？那但是這個第3名福萊不一樣，第3名福萊拿了20%的票，比第4名多了，這個桑福德多了6個點，而且更重要的是什麼？他們是情緒性的，所以說他們出來投票的可能性更高。這麼着呢，本來這個格雷厄姆就比這個諾曼是多了25000票，對不對？現在第3名的這個背書比第4名的背書還要這個更有用啊！就第3名福萊出來投票的人呢，比第4名桑福德支持者出來投票的人更多，那你這個不就對格雷厄姆更利好了嗎？是吧？這是第3個理由。第4，這個任博士說，你不是很看好 Pauli 嗎？這個 Pauli 上的賠率你特別在乎嗎？那 Pauli 上的賠率雖然在跌，好歹也只跌到了66啊。如果你不考慮前期的89啊，這個就是沒有這個89，它一直是66啊，就沒從89這個跌到66，始終是66是不是一個很高的水位，對不對？所以說89你可以把它理解為前期的噪音，因為一開始盤子不夠大嘛，對不對？稍微有個重注就拉上去了。現在這個66反而是比較有理性的，也就是說什麼，拿出真金白銀來賭的人裡邊有2/3的錢認為格雷厄姆會贏，那你憑什麼現在要以小博大？這是第4個理由。第5個理由，他說啊，一個人啊其實很難改變自己的立場。他說就拿你肉哥你的例子來舉例子吧，你以前是個川粉，川普打伊朗之後你脫粉了，你數數你身邊啊，像你這樣的人有多少？在川粉裡邊萬不足一吧，對不對？所以說格雷厄姆辯論翻車了，怎麼了嘛？說南卡有5000萬人，我心裡邊裝了5000萬人啊，因為這人太多，我就對台灣对南海不太了解啊，就是這怎麼了？即使他翻車了，改主意的人也很少。那絕大多數的人一看到這個格雷厄姆翻車了，他們反應是什麼？胸前的紅領巾更鮮豔了，對不對？哎呀，我就是這個任博士最後一條把我說服了。我也覺得這個好像不能低估逆火效應的威力啊！是這個初選的時候啊，我選了格雷厄姆，哎呀，發現他是個傻白甜，怎麼辦呢？絕大多數人的反應反而是會更加堅定的支持他，這個就是逆火效應嘛，對不對？所以說8月23號我跟任博士吵了一架之後，我被任博士說服了哈，投下重金50美元壓格雷厄姆啊，當時的賠率66%。但是到了昨天，我好死不死的，也就是說8月25號啊，這不用功嘛？这本來這就下了注就不看就完了唄，不行，那時候我們要這個要做功課啊，要長本事啊，天天看。8月25號提前投票的結果出來了啊，這個那肯定要看了，對不對？那總的看來呢，這個投票數相比於11月初選不降反升，說明這次決選的熱度上來了啊，就是第4次投票啊，就是11周以來的第4次投票的人數反而比第3次投票的人數要多啊，說明這個動員起來了哈。那這個初選中啊，前面我們說了，這個諾曼領先呢都是人口大縣啊，這個格雷厄姆呢是在其他縣啊28個小縣裡邊啊，就是就吃蒼蠅腿吃飽了。當然他28個縣裡邊也有人口大縣，但是人口大縣總的說來呢還是諾曼占優。提前投票的這個數據顯示啊，諾曼領先的人口大縣投票人數都有所增長啊，這個對這個諾曼就是利好，對不對？反而霍利縣就是川普去的那個縣，提前投票的人數比初選還少了600票啊！所以我趕緊跟任博士說，我說你看
川普去了一趟，投票人数还下降了。哎呀，任博士也吓壞了，說这個咋整啊？說這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所以說趕緊把合約換過來，就把那個前面那個合約賣了啊，虧了1塊多錢賣了，然後換成諾曼贏啊，這是昨天晚上幹的活啊，25號幹的活。今天早上26號起來一看，好嘛，天塌了，就是格雷厄姆贏了啊，我們這個$50重注啊，這個血本無歸。加上前面那個合約说買了以後就給拆了嘛，可能總共虧了大概$53吧啊，就是說，哎呀，這個好，這個最後總結一下啊，這個達林格雷厄姆啊，就他一個聲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5000萬南卡人民身上，因而對台灣和南海一無所知的傻白甜，贏了啊，贏了。那川普大可以聲稱啊，這是他的一己之力啊，這個達林格雷厄姆越白痴，我川普越牛逼，是不是這麼個戲碼啊？但是我認為呢，這次初選反而暴露了川普窘迫的現狀，就是什麼呀？強弩之末不能串弩稿了。格雷厄姆能贏，哥哥的餘音起多大作用啊？川普起多大作用啊？真的很難講。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來看數據啊，說林賽死前參加初選拿了56，首輪過半啊，直接鎖定了勝局。他妹妹在川普的加持下，初選只拿到了32.7%，這是第一啊。第二，相比於初選，格雷厄姆和相比于這個初選哈，格雷厄姆和這個決選是一樣的啊，就是決選的時候也只贏了諾曼2萬多張票，但是初選你是在2萬多人，在這個八個候選人當中啊，贏了這個諾曼2萬張票，決選是你們2個人比，你也只贏了2萬票，說明什麼？說明在決選中，格雷厄姆的領先優勢變小了，對不對？應該這麼看吧，對不對？第三，我們就來看獲利線。初選的時候啊，這個福萊在這個線第一名啊，拿到了13780張票，格雷厄姆第二名拿到了11000多張票哈，兩個人合計拿到了25000張票，占這個77%。諾曼呢只拿到了2700票。但是我們看決選哈，格雷厄姆就是現在福萊已經沒有了嘛，格雷厄姆也就拿到了26000張票，就是比這個初選的兩個人合計只多了1000張票。諾曼多少？諾曼反而從2700這個漲到了9500，說明什麼？說明川普大熱的天去了趟獲利線，一，你沒有提高投票率；二，你也沒有轉化以前的反對者啊，說這個以前投這個其他人啊，第三、第四名啊這些人以及後邊的這些人改主意那個投格雷厄姆，就是反對的人他也沒有轉化，他做的事情只有一件，讓投福萊的人轉投格雷厄姆啊。那麼這個到底有多少這個在獲利線啊，就是當初投福萊的13780個人當中，有多少人改投了格雷厄姆？因為這個開票還沒有完全結束嘛。任博士粗算了一下啊，就是這次決選呢，獲利線有77%的福萊的選民改投了格雷厄姆，這大概就1萬票嘛，哎，這個正是格雷厄姆獲勝的關鍵。但是我們看這77%的人裡邊，有多少是賣福萊的面子，有多少是賣林賽格雷厄姆，也就是達林格雷厄姆哥哥的面子，有多少是賣川普的面子，這個就很難講了嘛，對不對？所以对于這一點呢，共和黨心裡也沒底啊。所以投票前呢，這個超級派克馬上撥款了82萬啊，挨個發短信，老少爺們趕緊去投票啊！如果說你對川普的影響力有信心，何至於花這82萬呢？對不對？啊，這個南卡的這次這個初選呢，就介紹到這兒哈。這雖然呢就是輸了錢，而且不是普通的輸了錢，是現巴巴的把對的給改錯了啊！這個真的是心裡很難過。難過歸難過，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能力方面還是有提高哈，而且是跟任博士2個人吵架啊，吵，哎，吵得也很爽哈。就是那麼再一個呢，就是對選舉的關注啊，從州一級下到了縣這個還是第一次啊。就是說而且呢還有一點長進，就是說對開票後的賠率波動啊，也是第一次有了切身的感受。就不過呢，這咱也得實話實說啊。就今天早上，按理說應該早起來去看開票了，結果睡懶覺了啊。
就是這一醒來一看都已經血本无归了啊！这个本来呢，如果说盯着盘的话，应该能捞回个20%、30%，对不对？还能抢救点的钱回来，啊，这个，所以说11月3号各州開票的時候就不能犯這個錯誤了啊，就是要盯緊點啊，這個情況不妙的話，麻溜的趕緊跑路，這怎麼的也能手腳麻溜的話也能搶回小半來哈。哎，好，心情不好啊，不說了，再見，我是肉湯僧，咱們下期節目再見啊。